钟永博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修道100年，竟然会死得这么窝囊。他一直以为，既然已经成为修士，那修士之间的斗法，理所应当是法宝横飞，术法乱放，场面之大，动辄石破天惊，惊天动地，那才不枉这场100年苦修。可是叶晨同为修士，却完全不给他斗法的机会，直接给他来了一手唯快不破搭配大力出奇迹的一击必杀。早在决定除掉钟永博的那一刻，叶晨就意识到自己绝对不能在纽约和钟永博斗法。且不说斗法会引发多大的关注，能不能轻松干掉对方都是个未知数。万一对方真像常胜博那样，又要引爆泥丸宫，自己根本无法抵挡。所以叶晨便决定利用钟永博想要抓走周良运的契机，给钟永博量身定做一个非同寻常的断头台。而最适合充当这个断头台的道具，就是直升机。合金打造的直升机旋翼，能给直升机带来数吨甚至数十吨的升力，而驱动它的发动机，动辄也能释放出数百甚至数千匹马力。这两者结合之后，要削断钟永博的头颅，可谓再简单不过。只要把握住机会，就能一击必杀。而钟永博也算是吃了没经验的亏，由于叶晨在身边忽然发难，给没他反应的时间，而且他的实力确实差了叶晨一截，所以整个过程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。此刻他的头颅已然滚出老远，无头的躯体还在不可控的颤抖，碗口大的创面也在不断的喷涌鲜血。叶晨没有半点犹豫，直接将他的身体丢进直升机的座舱，任由他的鲜血在座舱之中四处喷溅。由于整个杀人的过程太快，而且又是深夜，根本不可能有人看得到刚才恐怖的一幕。而钟永博死得实在太干脆，即便他最后那短暂的惊恐尖叫声，也完全被直升机旋翼巨大的噪音所掩盖。所以整座医院的人都不知道，楼顶刚刚发生了一场凶杀案。这一切做完之后，叶晨还不紧不慢地回身将钟永博的头颅捡回来，一并丢进了座舱。随后他又摘下口罩，脱掉白大褂，用白大褂干净的部分擦了擦脸上的血迹，随后将这些东西也全部丢进座舱，用力将座舱大门锁闭。一旁的周良运一直看着，表情虽然有些惊骇，但好在叶晨刚才就已经在电梯里告知了自己的计划。他知道对方是破青会的高手，所以内心也期待着叶晨能够将对方斩杀。正因为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所以当他亲眼看完钟永博被杀的全过程，他还能够镇定自若地站在原地。叶晨关闭舱门之后，大步走到驾驶舱，对里面一脸呆滞的陈志民说道：“一切按计划行事。”陈志民重重点了点头，遵命。说罢，立刻驾驶着直升机拔地而起，离开了医院。得益于破青会的精心培养，陈志民虽然不懂武道，但是却从小掌握了大量技能。驾驶直升机这种事情，对他来说早就如开车一样驾轻就熟。陈志民飞走之后，叶晨便对周良运说道：“周叔叔，之前我没预料到四方宝藏的事情会惊动破青会，甚至连吴飞燕都已经在赶过来的路上了。眼下四方宝藏被他盯上，在我没能将他斩杀之前，您恐怕只能隐姓埋名的生活了。”周良运微微一笑，淡然道：“不要紧的，叶少爷，去哪里怎么生活，对我来说都无所谓，只要别留下一个逃犯的骂名让人唾骂，隐姓埋名也无所谓。从现在起，我就一切听从您的安排了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开口道：“我先送您去加拿大，然后再从加拿大取道回国。四方宝藏预计再有几个小时就能到燕京，届时他回到华夏的消息就会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公布。到那时，四方宝藏的事情就算是尘埃落定了，我想他们大概率也不会费尽心思追杀您。只要您自己不露面，他们应该也不会找您。”好。周良运听到这话，明显轻松许多，感叹道：“只要四方宝藏能够回到华夏，我便死也能瞑目了。”叶晨道：“我会安排您先到金陵落脚，我在金陵也算是有些人脉，到时候把您先安顿在最安全的地方。”周良运拱了拱手，恭敬道：“那就辛苦叶少爷了。”这时
又一架直升飞机从远处飞了过来。这架直升机正是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的座驾。之前叶晨便是乘坐这架直升机，将陈肇中和四方宝壮送去了加拿大。而这一次，叶晨还将乘坐这架直升机，和周良运一起再次前往加拿大。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此刻就坐在机舱内，待直升机在楼顶平稳降落之后，他便连忙打开门，从机舱里跳出来，一脸殷勤地来到叶晨面前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叶先生您请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伸出手掌，掌心朝向一旁的周良运，开口说道：“周先生你应该认识，不用我再做介绍了吧？”史蒂夫尴尬一笑，连忙说道：“认识认识，当然认识。”说罢，他赶紧又客气地对周良运说道：“周先生，你也请吧。”周良运微微点头道了声谢，三人没再耽搁，快速登上了直升机。直升机迅速爬升，朝着加拿大的方向快速飞去。机舱内，叶晨问史蒂夫：“你这次去加拿大，你们家老爷子没什么意见吧？”史蒂夫忙道：“没意见，当然没意见。昨天晚些时候，犬子受邀参加了海伦娜女皇的私人晚宴。海伦娜女皇也表达了想跟罗斯柴尔德家族进一步合作的意向。如您所料，我父亲那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，他希望我今天早上就能到加拿大与海伦娜女皇见面聊一聊。”叶晨让陈志民安排私人飞机飞华夏，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放出烟雾来迷惑吴飞燕。而他给周良运规划的出境路线，其实是先跟随史蒂夫一起去见海伦娜，再让周良运跟随海伦娜的专机去北欧。海伦娜作为北欧女皇，有外交豁免的权利，轻而易举便能将周良运带出加拿大，所以他才让海伦娜帮忙放出友好讯息，给霍华德一个赶赴加拿大的理由。这样，自己和周良运便能乘坐他的直升飞机前往加拿大。利用陈志民是明修栈道，而利用史蒂夫则是暗度陈仓。这时，叶晨又问他，纽约目前还处在戒严阶段？对，史蒂夫点点头。我父亲还在寄希望于四方宝壮没有离开纽约，只要四方宝壮还没公开下落，纽约应该还会继续戒严下去。说着，他看了一旁的周良运一眼，继续道：“他这次是打算双管齐下，一边继续封锁纽约，排查线索，一边把周先生放出来，让汉克盯紧他。”叶晨笑道：“看来他走的这两步都是臭棋。汉克现在可没空帮他盯紧周先生，他应该正在处理整个曼哈顿医院的监控系统。天亮之前，曼哈顿医院所有监控录像将被彻底摧毁，永无修复的可能。而周先生也将暂时从美国人间蒸发，未来的一段时间，不会有外人知道他的下落。”史蒂夫一边陪着笑，一边连连点头。这次自己算是配合叶晨，把亲爹耍了个底儿掉，不但帮叶晨把四方宝壮运了出去，现在还要帮叶晨把罪魁祸首周良运也一并运出去。亲爹要是知道这些内幕，怕是要亲手杀了自己，清理门户。想到自己已经完全与叶晨焊死在了一条船上，他便下意识地问道：“叶先生，这四方宝壮回到华夏的消息，何时才能公开？”叶晨看了看时间，微笑道：“今天上午应该就差不多了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安排妥当，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池。”史蒂夫终于松了口气，只要四方宝壮别再回来，自己的继承人之位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，这一关就算是过去了。这时，叶晨看着史蒂夫，微笑道：“对了，史蒂夫，你父亲对四方宝壮这么看重，如果四方宝壮回归华夏的消息传出来，他这么大岁数，身体还能扛得住吗？”史蒂夫一听这话，顿时喜上眉梢，开口道：“叶先生，家父这些天一直为四方宝壮寝食难安，若是这四方宝壮在他眼皮子底下莫名其妙回到了华夏，恐怕他会受到很大打击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微笑道：“你的父亲毕竟也是上岁数的老人了，经过这次打击，就算不会危及生命，恐怕也要卧床疗养很长时间，说不定还会自此一蹶不振，再也找不回往日容光焕发的状态。那样的话，或许你就要临危受命，
替他揽下执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重任。说到这里，叶晨大有深意地看着史蒂夫，笑道：“史蒂夫，苟富贵，莫相忘啊。”史蒂夫一听叶晨这话说得太有道理，老爷子这段时间本就倍感焦灼，要真是再来个急火攻心，说不定自己就能提前继位了。就算不能正式继位，起码也能代管家族事务。一旦自己能往前迈出一步，自己这继承人的位子基本上就算是稳了。想到这里，他难掩激动地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放心，如果我有朝一日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掌舵者，必定不会忘记叶先生给予的帮助。”叶晨点点头，眼见史蒂夫满脸激动与期待，心里不禁暗忖：先让你激动几天吧，要是你老子真受不了这个打击倒下了，我还得想办法不露声色地拉他一把。没有他的制衡，你以后不可能老老实实听我的话。